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富人思维》，英文书名直译过来就叫做《天使》。硅谷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分享了他投资初创企业的规则。作者认为，在初创公司赚钱有两种方法：创造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投资于创造有价值东西的人。初次听到《富人思维》这个书名，您可能会有所抵触。不过请放心，这本书的核心并非教授您某种富人成功学，相反，它带您深入了解一种特定的职业——天使投资。那么，为何天使投资被认为是一种专注于挣大钱的职业呢？原因在于，天使投资人通常在初创企业的早期阶段进行投资。这类投资风险极高，但一旦成功，其回报远超传统稳妥的投资方式，如债券、黄金或指数基金。例如，若您在1976年苹果公司创业初期投入1000美元，到2018年，这笔投资可能增值至约152亿美元。这正是天使投资人潜在的巨额回报。当然，这种情况比较极端，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天使投资人在持有创业公司股份3-4年以后，就会把手里的股份出售。因为如果你投资的创业公司与市场契合，那么3-4年之后，它应该已经成长到能够获得主流资本青睐了，比如可能会上市或被大公司收购等等。而这个时候，他们也就不再需要天使投资人的帮助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天使投资人最独特的地方，那就是能够先资本而动，在主流资本尚未入场的时候，抢先一步占领山头。人们都说资本是聪明的，顺着资本的流向，你能看到市场中那些效率最高的地方，看到经济的起伏脉络。但是天使投资人想要成功，就要成为比资本还要聪明的人，他们需要预判资本的预判。而且这种预判并不像是我们对股票、债券这些传统大类资产做的价格预判那样，主要依靠数据和模型推演出来的结果。天使投资人在做预判时，需要全方位地调动自己的行业嗅觉、经验体感等等。可以说，每个天使都有一套自己的秘密心法。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正是要带你破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套心法。本书作者贾森·卡拉卡尼斯是硅谷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也是顶级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聘请的首位投资猎手。在2017年7月，也就是本书出版之前，他仅做了6年的天使投资人，却已手握价值1.5亿的资产组合。在他的众多投资案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线上打车 App 优步 Uber。作者在刚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就果断为当时估值只有500万美元的优步公司投入了2.5万美元。后来优步爆发了惊人的成长速度，也给作者带来了超过了1000倍的投资回报。正是这笔投资，一举奠定了他在投资圈的顶级地位。在书里，作者为我们详细拆解了一名天使投资人所要经历的几乎一切重要节点，不仅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经验，也穿插了很多当今科技巨头在创业阶段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圈内故事。在接下来的解读中，我们就分3个阶段来看看作者是如何从一个来自美国布鲁克林的穷小子变成一个身家过亿的天使投资人的。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来看看作者是如何积攒起做天使投资的起步资金的。第二阶段，我们来说说作者是如何打入天使投资圈，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和资源网络的。第三阶段，我们来看看作者在投资实战中的经历，并重点关注他在筛选投资项目时所采用的一些关键策略。第一部分。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一阶段，起步阶段。我们都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你至少要先拥有能够用来投资的资本。但是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作者跟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穷小子。那么他是如何积攒起做天使投资的起步资金的呢？当年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先是自己创业，然后开始兼做创业公司的投资顾问。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一份名叫《硅谷报道》的杂志。网络时代来临后，这份杂志也转变成了一个搜集和发布硅谷新动向的线上网站，之后被大公司道琼斯收购。这段创业经历持续了将近7年的时间，给作者带来的财富却并不是很多。
不过，在这段漫长的蛰伏期里，他积攒了大量科技创业相关的见识与人脉，以及在市场推广和公关运营方面的技巧。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这之后接连为多个创业公司提供顾问服务。顾问不需要掏钱入股，而是用知识、技术、人脉或者声誉等资源来换取公司股份。在进入天使投资领域之前，作者总共为6个公司提供过顾问咨询服务，其中光是前3个就为他提供了70万美元的回报。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创业，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比如，他跟别人联合创立的博客公司 Weblogs Inc. 后来被美国在线公司高价收购。在这段漫长的创业和辅佐创业的时间里，作者积攒起了对于技术创业公司的扎实体感。正如在炼丹炉里摸爬过，才能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这段入行前的蛰伏期，也使得他能够在日后更敏锐地觉察出什么样的创业项目才是能够经受住烈火考验的真金。不过到这里，作者却说，如果能够回头再来一次的话，他会选择另外一条路线，那就是直接进入天使投资行业。为什么呢？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对计算机领域有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并清楚地知道微软、思科等几家企业将会在未来成长为庞然大物。比如，他当时就察觉到，从当时计算机普遍使用的 DOS 系统到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 DOS 系统所使用的那种满是命令行代码的深奥界面，实际上让计算机成了一个少数人的秘密俱乐部，而 Windows 系统所采用的图形界面以及鼠标，则能够让计算机成为大众的麦当劳。作者说，他如果在80年代末，微软和思科还没上市的时候，把洞察付诸实践，给这些公司投入个几百美元，那么就能早早赚到几十万，也就不需要后来曲折的攒钱历程了。这听起来可能有一点事后诸葛，但其实作者是想借自己这一错失机会的经历，提醒读者们不要被所谓的贫穷限制了勇气，扼杀了本可能属于你的收益。在他看来，与其每个月花上百美元订购各种电视套餐或者视频会员，不如把这些钱攒起来用于项目投资。即便每家公司只投资500美元，5年后也已经至少投资了10几家，或许其中的一个就会带来成百甚至上千倍的收益。即便不是如此，这样的经历也能够帮你更直接地积攒起投资体感，更早结识各类创业者和投资人同伴。作者还指出，当下的年轻人在寻找项目方面拥有比他当年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甚至不必亲自到处奔波，只需要打开笔记本电脑，就能跟着其他富有经验的天使投资人一起进行投资。这在10几年前还是不可能的事，但在过去的几年，美国出现了很多专门做天使联合投资的合法机构。在这些机构的网站上，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们会创建一个联合投资团，他们会介绍自己通常投资哪些领域，已经投资了哪些公司，每个投资大概投多少钱，项目成功退出后的提成是多少，等等。而刚刚进入天使投资领域的年轻人们，只需要在网站注册，然后加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联合投资团，就可以给投资团评估通过的每个创业公司投一小笔资金。此外，作者在如何选择联合投资项目方面给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投资者们应该主要关注这么几个项目特征。首先，联合投资团里的带头人应该要有至少5年的投资经历，要投过至少一个知名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此外，创业公司应当有至少2位创始人，这样如果未来其中一位退出，还能维持运转，以及这个创业公司必须已经发布了产品或服务，不能还处于纸上空谈阶段，等等。在作者看来，天使投资新人在正式入行之前，先参与10来个联合投资项目，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金收益，这也是一个拓展人脉、建立声誉的过程。第二部分，而经过起步阶段后，如果你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和见识，就到了需要离开联合投资这张温暖小床的时候了。因为最好的项目一般不会被公开挂在这些联合投资的网站上，你必须得独立去筛选投资项目，实打实地考察公司，会见投资人。根据作者的估算，一位天使投资人
在10年内至少要评估1万多个创业项目，与数千位创始人面谈，才能找到200个左右的项目进行投资，而这些项目中可能只有几个能成功。这让整个筛选投资项目的过程像是在淘金，你需要过滤掉大量的泥沙杂质，才有可能找到真金。那这件事该怎么做呢？好，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想最大化自己的淘金成功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工具就地开工吗？好像不是。你应当最先做的是判断哪块土地里的金矿最多，然后到那里去开工。做天使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你需要去创新创业集聚的沃土寻找项目，因为在这里才最有可能诞生下一个独角兽企业。如果是在美国的话，作者明确指出，你必须要去硅谷。因为在过去50年，没有哪个地方比硅谷这个小半岛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更多了。我们所熟知的谷歌、脸书、苹果、推特、优步、领英、易贝等超级独角兽全部诞生于硅谷。那些最优秀、最有潜力的科技人才和创业者们，往往都会来到硅谷。而如果最好的创业者来这里，最好的天使投资人也必须来这里。那么，来到了机会云集的淘金圣地之后，我们就可以撸起袖子大展身手了吗？还不行。因为要想开采出那些埋藏在地下的金矿，光靠一个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那些最火的项目，通常在你知道之前，就已经迅速被创投圈里身经百战的大神们瓜分掉了。所以，你必须尽快挤进这个圈子，利用起圈内的信息和人脉，才能接触到那些最值得开采的金矿。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建立项目共享网络。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步，你需要盘点一下自己之前投资过的那些创业公司的合作投资人，把他们都放在一个电子表格里。如果你已经通过联合投资网站投资了10家创业公司，那么你的表格里就有了500-600名的潜在投资人储备。第二步，在你的电子表格里，把这些投资人的领英、推特和脸书的链接都写上，然后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加他们为好友。你的好友申请可以这样说：你好，某某先生，我和你一样也投资了某某创业公司，从而拉近距离感。在这之后，你需要每天打开1-2次社交平台，给那些加了你好友的投资人们点赞，跟他们互动，刷存在感。这是一个简单却有效的派发社交货币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你能够与这些圈内人建立起基本的社交关系。第三步就是有选择的给那些最受关注的投资人们发电子邮件，约他们出来见面。见面时可以重点了解他们最近投资了哪些项目，为什么投资这些项目，为创业公司提供了哪些帮助等等。此外，不要忘记询问他们手头有哪些正在评估的有趣项目，甚至还可以跟他们讲一讲你最近投资的几个项目，问问他们是否有兴趣也见见创始人。作者指出，在每一次在与其他投资者会面的时候，你都必须时刻当作自己是在接受面试，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因为在当今这个社会，其实资本遍地都是，而好项目却千金难求。记得吗？我们前面说过，那些真正的好项目，从来都是在大家知道之前就已经完成融资了。因此，你必须表现得足够好，才能让那些有资历的天使投资人愿意把你介绍到他们的宝贝项目里去。而这扇信任之门一旦被开启，你就能开始源源不断地积攒资源，环环相扣地编织起一张自己和其他投资人的项目共享网络了。第三部分，当你通过项目共享网络拥有了自己的私有项目流之后，接下来才是筛选项目的阶段。首先，你需要明确自己要投资的赛道，也就是项目所在的行业。在作者看来，这个世界上的行业赛道只有2种，一种是疯狂扩张型的，另一种是其他。这里所说的疯狂扩张，是指能够获得数十亿美元估值，让股票价值增长几百倍。作者指出，像餐厅、电影、服装厂、酒厂等传统行业，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无论创始人多么努力的工作，都很难达到这个水平。你可能会说，不对啊，像麦当劳、星巴克，还有做瑜伽服装的 Lululemon 等传统企业，他们也早就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的巨无霸级别了呀。是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们的巨无霸体量背后，有着长达几十年的蓄力期和成长期。但现实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等上30-40年的时间，缓慢积累财富。天使投资人更是如此。
他们要找的是那些能够在5到10年内就能扩张为巨无霸的公司。而在这一点上，信息技术企业的表现远远优于传统企业。为什么呢？这背后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经济学道理，决定一家企业扩张边界的是它每扩张一单位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就会持续扩张，直到二者相等。而传统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在扩张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各自的边际成本变化规律是不同的。你看，以麦当劳为例，它的扩张方式是多卖一个汉堡或者多开一家分店，而这些的成本几乎是固定的，开第9家分店的成本并不会比第8家低多少。再来看谷歌、优步这类软件公司，它的扩张方式是让更多的人使用自己的软件，而一旦软件开发好了，每增加一个用户的成本微乎其微。可能只有扩张到某一上限时，你才需要集中增加一下运营维护投入，然后继续扩张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建议天使投资人们关注信息科技这个赛道，而不是那些传统赛道。那么站到这条赛道上以后，我们该如何筛选具体项目呢？作者告诉我们，你要关注的不是创意，也不是市场，而是创业者本身。人并不代表一切，却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这是作者在他的博客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没人能知道一家公司在未来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能判断创办这个公司的人能不能成功。为了做出这个判断，我们需要与创业者进行一次面谈。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的面前就坐着一位创业者，我们该如何判断他是否具有创立下一个谷歌、脸书或者优步公司的潜质呢？作者给出了4个可以问他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正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像是在问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或者我为什么要投资你的公司？但是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在问事，而不是人。我们需要认识到，谷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一家做信息搜索引擎的公司，而在于谷歌的2位创始人能够编写出一种优于同行的软件，帮助人们更快地搜索到信息。而如果我们问创业者你正在做什么，就能够更好地聚焦于创业者本身，以及他能做的事，在做的事。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你可能会听到形形色色的答案。在这里，作者透露了他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所听过的2类最不好的回答。第一类是为了挣钱。作者指出，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为了挣钱而创业的话，那他最终大概率会放弃。为什么呢？试想一下，假如你能研发一款顶级搜索引擎，那么肯定得具备顶级程序员的能力。而对于拥有这样能力的人来说，如果只是想尽快填满钱包的话，完全可以让谷歌或者脸书聘用自己，这样能够直接获得每年100万美元的股票和工资。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己承担着巨大风险，投入大量精力、物力去独立研发一款软件呢？简言之，如果以挣钱为目的进行创业，创业者很快就会发现，有很多其他门道，短期内比创业赚钱更快、更多，也就不再想做创业这件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的事情了。上面说的是第一类糟糕回答。第二类糟糕的回答是因为某个成功的公司没有做这个功能。比如，在作者投资优步以后，总是有人向他推荐能送餐的优步、共享直升机领域的优步以及用于购物的优步等等。作者认为，这类创业者其实是缺乏远见的，因为他们选择了为其他公司的产品开发某项补充性功能，而不是做一个完整的产品，或者是怀有某个伟大的使命。这样的公司即使一时成功，最后也通常会被大公司击垮，或者被便宜收购，没有机会成为一家独角兽。上面说的是2类糟糕的回答。那么，针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才是正确的？作者告诉我们，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如果你去问优步的2位创始人，他们会告诉你，自己创业的原始动机仅仅是因为在巴黎参加一次技术大会打不到出租车。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则会告诉你，自己害怕交际，不善于跟异性打交道，不敢联系前女友，所以想创建一个社交平台，这样就能知道大家的人际交往状态了。这听起来有点简单幼稚，但再仔细想想，世界上有比繁衍后代更重要的事情吗？根据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因此，扎克伯格的社交恐惧症
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产品。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作者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科创领域，总是有很多人不断地重复尝试相同的想法。现在我们在看很多互联网巨头的时候，可能总有一种感觉，他们是因为抢先占领了某个赛道，才获得了快速扩张的机会。但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脸书是第10个社交平台，谷歌是第12个搜索引擎， iPad 是第20个平板电脑， YouTube 更数不清是第多少个视频网站了。他们都不是最早进入赛道的那批玩家，但为什么却成了跑得最快最好的那个？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并不是说谁第一个做，谁就会成功，而是当现实条件成熟之后，谁第一个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回到优步这个例子。事实上，在优步出现以前，曾经有另一家创业公司也试图帮助人们用手机预订出租车。他们对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短信。但现实是，短信这个条件远远不足以支撑手机打车类业务的发展。这类业务需要高性能的中央处理器、直观的大触摸屏以及军用级精度的 GPS。而这些正是优步对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再来看 YouTube， 在它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数十家视频网站了。不过在当时，由于宽带成本和网络存储成本很高，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视频被疯狂传播，那么你就要向视频网站支付数万美元的服务器费用。但是到了 YouTube 时代，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得宽带成本降低，云计算的出现导致网络存储成本降低，这就使得 YouTube 可以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向视频发布者们收钱，相反，他还会把热门视频里的广告费分给发布者。这便催生了大量来自民间的优质视频内容，为 YouTube 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原动力。第四个问题，你有哪些特别的优势？换个更犀利的表达，就是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做这个项目？或者相比于那些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和跟随者，你有哪些独特优势？一个有点悲伤的现实是，很多面谈都终止于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创业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并不能给出答案。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从实践来看，如果创始人具备一些特别的优势，他的创业公司在未来的确更可能获得巨大成功。比如，谷歌的2位创始人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认识很多善于编写算法的天才程序员。脸书上线的时候，扎克伯格正在哈佛大学读书，他和朋友们对校园文化很熟悉，可以清楚地掌握线上社交平台的潜在市场情况。还有比尔·盖茨的母亲玛丽·盖茨曾经担任美国联合劝募协会的执行理事会主席，而当时 IBM 的 CEO 就是理事会成员之一。这也为后来 IBM 雇佣微软来为他们的第一代个人电脑开发操作系统提供了契机。那么，如果一个人在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或个人技能等方面不具备特殊优势，就无法成功创业了吗？当然不是。但作者提醒我们，天使投资人的任务不是浇灌梦想或者为爱发电，而是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项目洪流中，筛选出最大概率能够成为独角兽的那一个。好，问完上面4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对这个人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有了一个基本认知。如果你感觉他基本过关，就可以继续深入问问他创业的具体战术细节，包括商业模式、市场策略、团队情况等等。结语：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除了这些之外，书中还包括一些具体的流程操作层面的细节，以及一位天使投资人在评估项目和创始人时可能用得上的问题清单。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文稿末尾的原版电子书进行拓展阅读。从这本书的主题来看，它的最大价值似乎在于为那些想成为天使投资人或者想获得天使投资人青睐的人们提供一份行动指南。那么，如果我们对创造财富没那么大兴趣，了解和学习这套天使投资心法还有必要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当天使投资人，去评估某个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某个公司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脸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至少会评估一个创业项目，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比如如何为自己拥有的时间、人力等资本找到一个未来可能回报率更高的去向。是要北上广的一张床，还是要家乡的一套房？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的扩张潜力？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是因为这件事本身行不通，还是做事的人或者现实条件的问题？等等。所以从本质上看，这其实是一本教我们决策与判断的书。作者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高明的决策比低效的勤奋更重要，正确的判断比富贵的出身更值钱。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创业或者天使投资就像把你放到一个很大的漆黑的体育馆里，里面有一个电灯的开关。你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找到了这个小小的开关，轻轻地按下它，眼前顿时一片光明。仔细想想，这个开关不正像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要寻找的机会吗？如果说价值投资者擅长与时间为友，那么天使投资人则擅长与机会共舞。他们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在识别机会。这也是从天使投资人身上我们能得到的一个重要鼓舞，那就是对于具备天使思维的人来说，任何年代都可以是充满机会的黄金年代。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